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模范斯出品的这款福特大头。可以说这一款也是作为了给官方那款巨无霸福特的一个配件包形式的存在。但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小比例的玩具来说，盒子还是非常大的，毕竟里边的配件很丰富。只品一张彩色印刷的说明书，配件里会带一个这样的雷达，可以插在你的巨无霸福特上边。此外还有一套分段式的大枪，滑槽插进去，握把拿出来。就可以给你的泰坦级巨无霸福特装备了。上边的瞄准器前后这里有涂装，但是炮口这里只是个空洞，也没有涂装，也没有灯效什么的。另外还有一对小人的人形替换手，张开的造型，而且这个手是大胶材质的，指头是软的。这一节是福特变成大脑袋以后的脖子连接器。来看一下整体的人形感觉，其实这一款福特身形方面修的来说还是挺日式的啊，尤其从腰部往下，腿部的曲线造型，人形到头顶差不多在10.5公分左右，跟 DX9 之前推出的郭纹摆在一起看，明显感觉小了一圈，所以并不是同一个比例的。头部这里是一个球形的关节，但是这个地方会特别的紧。而且玩这款要注意，白色的这个面其实是喷了一层白漆的，所以呢，小头在这个地方的球形关节里边拧来拧去的时候啊，肯定会蹭到漆。头雕造型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小小的脑袋，颜值却挺高的。哎，模范斯家的这个美工处理效果还是不错的。胸口可以打开，里边有能量的线条，但是并没有竖直的演示，只是3个凹槽。肩膀360度旋转，平举90度。肩胛其实这里是一个独立的零件啊，而且从腋下这里套了个环过去，它是这样去运作的。二头肌左右可以旋转，手肘两段关节曲臂的范围也很大，手腕左右可以旋转，当然拔下来以后直接就可以替换了。这个接口应该是和铁工厂通用的吧，看这个目测一下。背包因为要变福特大头的脑门部分，所以显得有一些厚，毕竟这个福特的角色嘛，就是这样了。腰部这里不仅做了这种很日式的风格啊，可动性也能保证的很棒。胸口下方这里有一段球形关节，腰部这里又有一个独立的旋转，等于是2个球形关节，所以摆一个日式的崛起当来的造型。这种风格也很对味儿。前踢90度踢平没什么问题，后踢也完全不会影响到啊。侧踢根部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但是这个阻尼感还是挺紧实的。大腿根部左右可以旋转，膝盖位置一段关节可以折到大于90度一点，但也是一个变形结构的关系啊，在一个这种日式机甲的风格，会显得大腿很短，小腿特别的长。脚踝左右整脚面的有一定幅度的接地，脚丫子这个零件是合金铸出来的。此外，作为头领战士啊，当然它的头可以拔下来，一翻腿儿变个小人儿。小人儿除了变形关节之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动了。头雕这里倒是刻画出来了一些眉眼的缝隙，但因为这个地方是作为活动的一个球轴，而且那个白色的容易掉漆啊，所以蹭得很严重。那我们也是来进行它一个非常简单的变形过程。首先顺着肩膀这里打开里边的插扣，这儿有一双关节，把它搓到前面来。其实这个关节你如果拆开扣子的话，也可以当蝴蝶关节来使用啊，增加一些可动的范围。把这个胳膊直接180度旋转扭过来，一定要记得在这2个双关节搓开的时候啊，这里有一个扣子，把它调一调，摆成水平的位置，一会儿是要和腿部进行结合的。另外一条胳膊在往回卷的时候，我们可以事先把这个小刀夹在中间的扣子上，调一下，让2条胳膊把这个小剑夹在中间，注意腰部和胸部这2个球形关节的位置调正，顺着这里旋转个180度，侧裙甲向上180度翻折过来，打开小腿下方的这块面板锁扣位置，折横90度，倒过来，背包这里有一个结合的扣点，把这个盖子里边卸开，
然后一个滑槽整体的往上推，脑门推到顶，这边缘两处有2个锁定的位置，使点劲儿。好，听到咔吧一声就是锁上去了，头顶盖过来，然后两边把腿通过双关节折下来。刚才从肩膀上边翻开的这2个扣子和腿侧面这里结合插住，翻到头部正面，左右脚打开。最后一步，拿出脖子的这个插桩，记得看一下有斜坡面的这个是冲前的，套进去。用金属漆涂出来的眼睛和2个长长的角，质感还是不错的，包括这个面庞也挺俊朗的，很日式的感觉。嘴巴这里虽然说刻画的造型不错，但是并不能可动啊，没有张开的机构。侧面这里完成度、圆润的程度也可以，但背后这里会明显的感觉露着2个胳膊啊。倒是手嘛是插拔的，如果你觉得影响美观，也可以把它拔掉，这样看起来就好一些了。那么以上就是魔 fans 的这一款福特了。整体来说吧，算是为了服务于喜欢日式机甲或者说喜欢头领战士的这些朋友们的需求。美术风格更换了以后，整体的体型会更加的漂亮。变完头部的宽度差不多在6公分见方左右的这么一个尺寸，其实是要比官方原版泰坦级的那个小1号的，所以装在你的巨无霸福特上面的时候，会显得就头小了以后，就感觉身体会更加的壮硕和巨大感吧。所以我想这也是这一套的设计初衷，但缺点挺明显的，就是白色的面板部分啊，上面的涂漆特别的容易蹭掉，尤其在一些卡扣的位置和转轴的位置尤为明显。那么得嘞，这一套魔 fans 的福特就是这样了。